Let hold this up。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 Podis Up。今天我们来玩中国香港 3Zero 旗下 Robot 产品线装甲骑兵 IP 新品授权。开场容我感谢虾米大魔王花叔送我这款玩具作为生日礼物，深得我心，大感恩。授权本体3件替换手型，1件弹匣，1件弹壳弹出特效件，菲安娜驾驶服造型一体 ，Robot 系列一贯规格。机体编号 ATM09GC 授权是以基鲁加梅斯军队量产 AT 眼镜犬为基础，改装出为 PS 专用的特化机体。本机由剧中主要反派集团秘密结社动用了军队中一切资源人脉，以中型 AT 规格生产，却定制出重型 AT 的火力、机动性与续航力，加上驾驶员 PS 的反应神经与操作技术，授权的整体战斗力不是一般 AT 能够企及。授权身高 3.8 米，干重 6.7 吨，装甲最厚14毫米，最大260匹马力，临界疾驰速度每小时 85.2 千米，机身内藏普里马林格溶液169升，背包外挂20升备用 PR 液，使得机体续航时间长达147个小时。至于中央电脑、人造肌肉框架还是 PR 液，都采用基鲁加梅斯军队最新规格，确保授权硬件完成度一骑绝尘。武装方面，授权舍弃了双手对称设计，右肘以下改装成6连发口径30毫米大型加特林机炮，同时机炮下侧装备了能够张合的钢爪，用以近身格斗。加特林机炮与钢爪的组合对应了机体编号尾缀的 GC Gatling Claw。机体右侧裙甲至少携带3排备用弹匣，战场火力饱和覆盖。后挂的 PRSP 背包具备净化劣化普里马林格溶液的功能，令授权在战场上高强度长时间作战，完全发挥出 PS 足以扭转战局的战斗能力。自 TV 版动画无度篇第8集初登场照射灯中走出来，授权就以绝对的机动性翻弄基利格佳作，一系列战斗拉扯压倒性击败眼镜犬，生擒基利格。此后无论在对战基利格还是转而并肩作战，授权都发挥着常规 AT 望尘莫及的战场统御力。直到乌度篇故事中盘，治安警察部队伏击授权，被对 AT 用火箭筒击中之后看似破损，混乱之中下落不明。本以为剧中授权是 PS 专用机，只生产了1台。TV 动画古梦篇最终大决战时，却在宫殿格纳库中至少发现了2台外观武装完全一致的授权。菲安娜启动了其中1台，与基利哥一同奔赴战场。从此推测，也许授权在秘密结社的安排下，已经进行了小规模量产的部署。遗憾，后续故事中，无论是赤茶配色或者其他涂装的授权都再未亮相。既然是专用机，还是要简述一下驾驶员：素体幻影女士 Proto One PS 菲安娜。随着剧情抽丝剥茧，我们才了解到这位女主角的命运是何等坎坷。以火为名的命名方式，跟动画主题曲《言之命运》形成互文。作为基利格一生唯一挚爱，是基鲁加美斯于巴拉兰多 PS 计划军备竞赛中诞生的第一位完美士兵。机缘巧合之下，菲安娜以空白状态与基利格相遇了，并将基利格深刻地印入脑中。之后，他被秘密结社纳入 PS 培训基地，进行严格的 PS 养成。在乌度的赛博地下城市里，驾驶授权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后，整个城市的流传着关于死神的传说，从而畏惧他。经历过乌度篇、古梦篇的轨迹之后，基利哥嫂在桑萨篇的冒险中同生共死，克服困难重重。菲安娜甚至开始怀疑基利哥的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难道基利哥也是一位 PS， 甚至是超越 PS 的存在？抱有疑问的菲安娜见证了基利哥在古印度篇故事高潮与连绵战斗中寻求真相。最终，基利哥嫂由情人终成眷属，一同飞入宇宙的深空。对菲安娜来说，已经是浪漫且幸福的归宿。只是后续 OV 荣耀的异端中强行设定 PS 的寿命只有2年，实在是过于牵强。监督金熙龙志出来挨打。最后一说授权命名词根 Brutish Dog
英文 brutish 原指野蛮的、狰狞的、粗暴的。在我最早接触的时候 ，Brutish dog 常被翻译成斗犬，如今约定俗成，久而久之，似乎兽犬反而成为了主流译名。两者都是从意义衍生而来，比较起两字都在描述动物性的形容词与名词结合的兽犬，我个人还是偏好带有战斗风味表达的斗犬。屏幕前的观众，您更喜欢哪个中文译名呢？毫不避讳地说，本品大体感受跟之前发售过的狂犬、眼镜犬保持类似，最大限度利用模具，通过标志性武器背包替换，实现了兽犬的特装。从性价比角度来说，这当然是行业内的最优解法，只是玩家的体验难有差异化。过往狂犬节目里提及的本体的框架、四肢关节、沉降机构、换件拔插，基本从主力到公差都完全相同。往好了说是保持产品序列的统一性，却没有改善 Robodog 第一款产品遗留下来的瑕疵，让粉丝们攥紧小拳头。机体涂装调性鲜明，相对于设定中赤茶配色，本品更凸显的是粉奶搭配。系列一贯的铸造感颗粒搭配海绵按压斑点旧化，以较为简单的方式来呈现战损效果。这类涂装风味路人缘很好，可是对于特别挑剔的我来说远远不够。重力方向、向心离心、碰撞角度、新旧层次、场景气候、光源扩散等等维度都是旧化涂装需要考虑的元素。Robodog 以一套标准化工艺应对产品系列，从产效比出发没有问题，然而对于静态欣赏大于实际把玩的产品卖点，加上官方建议零售价4位数以上的定价，我本应提出更高要求。此处重点说明一下为何本品关节公差过紧问题，直接点破就是因为漆面复杂工艺带来的不确定性。原本严谨计算的组合公差，因为工厂喷涂作业产生的乱数导致的随机性，使得原本的计算数值出现偏差，因此本来软硬适中的手感都会出现僵硬紧绷。诚然，国内厂牌在阻尼系数配置上倾向于较紧，一方面是担心金属疲劳，另一方面因为国内玩家特别在乎关节打快板状况，那厂牌没得选，宁紧勿松。在本品全身主要平转关节与球关，甚至连钢爪、头罩、脚底后轮、驾驶舱开启等关节都出现过过紧问题。不得不说，这是许多合金玩具厂牌会出现的通病。难怪国内魔玩市场筛选主流玩法是进关，而不是把玩。重点吐槽驾驶员造型与涂装，保持驾座姿态不可动，没有独立站姿人偶也就罢了。之前狂犬与眼镜犬驾驶员头部全覆盖式样，看不清脸部造型还好，但是幻影女士驾驶头盔是露出半张脸的，亲眼确认之后实在是绷不住了。我找不到任何能夸的角度，面相劣质的令人发指，堪比路边摊玩具。希望厂牌关注一下驾驶员，毕竟那么多厂牌做装甲骑兵，哪怕是 Wave 80年代授权老商品中幻影女士，开模精度都远超本品。
配件包括弹壳、弹出、特效件都可以全部上机，没有外挂武装，倒也利索。只是加特林炮不含转动功能，也没有机炮射击特效件，就实属遗憾。寸量机身尺寸，头顶到天线都不足6寸，符合产品线定位。请入镜的 AT 机体门机型对比，与万代拼装部1:20授权对比，与售物 D-Style 涡轮犬万代拼装部 HG 强盗犬对比。与万代拼装部1:20万代收藏部 HMR 为红尖队眼镜犬对比，与 Takara DMZ 1:18强袭犬对比。小结来说，授权是落不到系列第4件第3款产品，新鲜程度已经大打折扣。寄予厚望的差异化武装，只能说合格以上表现。能够做出亮点的部分，厂牌则呈现保守态度。标准合金规格、风格一致造型、工业流水线涂装、过颈关节阻尼、令人局上的驾驶员造型等等加减分数拉扯之后，本品优缺点都足够明显，属于官方零售价可以 pass， 二手市场对折价格后咬咬牙可以出手。我瞥见二手市场已经出现同系列明年4月大获强袭犬新品的拦腰架时，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看到本期视频的时候，终身嗜好已经上线了装甲骑兵 TV 动画乌渡篇与古梦篇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画故事的朋友们切勿错过。PODYSUB 是让探索玩具乐趣的体验型节目。今天就到这儿，咱下期见。